各位伙伴，大家午安。又来到礼拜三这个时间，今天老邓谈法论理第22次，跟各位谈的题目是：处罚吹哨者，应视为藐视你我。对吹哨者进行处罚，这应该把它当作是在藐视大家。为什么要特别跟各位讲这一件事情？看起来好简单，但是处罚吹哨者的结果，各位会让人不敢吹哨。什么叫做吹哨？吹哨者这可能是来自外国的一个讲法也就是发觉有问题的，我们吹哨子，哔哔哔，你不能这样。有人去给他指指点点。各位，这个指指点点的动作呢，在社会上非常的重要。前一阵子，应该算是去年，各位也都有看到所谓的屏东，我们这高尔夫球这个制造厂商家里在工厂里堆积不当的这些化学原料，结果造成那么大的火灾。各位，这些事情谁会知道？这些事情难道没人知道？第二个，我们在全国各地，各位应该也都有看到，有所谓的违规在农地上盖工厂。所谓的这些违章工厂，现在政府虽然已经在辅导，但是各位，违章工厂还继续在出现，而且有些变成不是用违章工厂的形式可以违章开商店什么各式各样这些方式都在出现。各位，您知道有这些现象存在吗？再来，您知道有这现象的时候，您后续是怎么处理？再来，前一阵子在高雄左营有一家准公托也就是公托，就是公共的托育的场所按照我们的这个幼儿法这边的规定有公共托育的一个场所，个准公托这也就是在办理这个公共托育的这个准公托的经营方法，结果各位小朋友是摆在太阳下长期的曝晒。各位，这些主管机关看得到吗？我想主管机关，我应该也跟各位谈过，国家的公务人员人数非常有限，但社会上贪赃枉法、为非作歹这些一点一滴的事情其实都发生在你我身边。各位，我们怎么可以去等待公务人员去处罚他，而不是由我们自己出来吹哨？今天想借这个场合来给各位提出一个呼吁，我们应该要行侠仗义。在这个社会上，有些真的有可能就是我们看到，我们体会到，知道它是错的。各位，我们应该很勇敢的就站出来讲，总该有人行侠仗义。各位，这个社会上不正当的事情才会减少。一般对企业体的一些违规现象在职员工大家都当然为了保住饭碗，不太敢讲。通常大概都是离职员工。我也借这个机会跟各位做一个呼吁，您要离职的时候，真的我们甚至养成一个习惯，我们离职的时候对这一家公司有可能做了法规所不容许的事情我们就向相关的主管机关来做反映。这些不叫报复，不叫什么，这是为了维护社会的正义。
那这样维护社会的正义，各位可能会讲，政府机关有所谓的联合稽查，这还是刚刚讲过的那个道理。各位要等到联合稽查，目前的这个公务人员的这些人力呢，各位被联合稽查的，我都认为都可以买奖券，搞不好就中奖了。联合稽查没有错，有效果，可以做一些事，但是要启动联合稽查这件事情，还是要有人去讲，我知道让各位来讲这一些，各位可能会好像甘冒风险，自己又没有特别得到什么的利益啊，他何必让自己身陷危险？也因此，我想说借这个机会跟各位说说看，您要有知道任何情况，假设您不愿具名出面，我建议您把您所知道的事情用电脑打字写成书面，由这个基金会来帮忙大家，来做反应。各位，我在这里也特别一定要跟各位说的，其实我们国家的体制规定的也都非常的详细那政府的法令对于我们所谓的老百姓的申诉都有提供相关的保障像我们说劳工跟雇主间，劳工发觉雇主间的这些的问题的时候呢，各位，我们依照劳基法74条、劳动检查法第33条、职业安全卫生法第39条这些的规定各位这边都对劳工朋友对企业内的一些问题进行申诉的时候它同时有规定雇主不得为不利的待遇。当然各位还是会担心，但是我在这个地方跟各位提醒，政府不是只有要你行侠仗义而不保障它同时有规定资方不得为不利的待遇法上有这么一个保障在当然各位还是刚刚的这个讲法，不需要各位去冒险，但是这些不正义的事情，我需要大家把它提出来。你要是不愿意抛头露脸，就把这些事情告诉中华劳资事务基金会，由我们这边来跟有关机关来做反应。我们这也是一个积德行善的事情，也借这个机会跟雇主来做呼吁，您要对员工进行申诉。那么这件事情，假设你进行处罚的时候呢，请记得政府对你会处罚。我再说一次，企业主，我们企业本身对员工向有关机关来做申诉，您对他采取不利的待遇的时候，各位政府机关也会惩处这个企业。这个规定呢，就规定在劳基法第79条。劳基法79条这里呢，刚刚我有跟各位提到劳基法74条，这是保障劳工。雇主要没有把保障劳工条款看在眼里而处罚劳工的时候，各位政府会站出来处罚雇主。那这个处罚的规定呢，会处罚锾，会处在2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这个是首先呢在劳基法上的规定。劳动检查法上没有特别的规定，但是劳动检查法上它直接就适用劳基法这个规定，因为劳动检查是检查什么当中的一项，就是检查劳动基准那除了这之外，另外就是在职业安全卫生法，职业安全卫生法第45条第2项里面也有规定劳工有关职业安全卫生的申诉，你假设对他进行惩处的时候，
各位，国家会站出来，会处罚雇主，这边也同样会科罚锾，这罚锾呢是在3万以上15万元以下。各位伙伴，今天给各位谈的题目，看起来责任是非常的重大，好像是微不足道的一些小事，但是我总抱着一个勿以善小而不为，不要以为这个善事对的事情它是小的细微的而因此不为。我们一起来做咱们该做的事情。那可能有人透过媒体的这个传递啦，会产生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说我们国家呢目前对所谓的吹哨者保护法也就是说揭弊者保护法，这个法呢目前还没有正式通过所以我们要申诉啦就没有保障。各位，其实不是，也许在别的领域是这个样子，但在劳动法的领域，请各位记得，刚刚我们的现行劳动法制对于申诉是给保障，雇主假设违反这些规定的时候，国家也会处罚雇主。各位伙伴，我们一起来关心这个社会，我们由我们的身旁，由我们的工作场所，对于这些不正义的事情，我们把它提出来，让公权机关对症下药。假设您提出有困难，请记得打电话或是用书面，打电话或用书面，把您所知道的资讯由这个基金会出来，为社会做一点小小的贡献。请来电，我们一起关怀我们深爱的台湾，我们一起努力。谢谢大家。